第一张发票的总额上面是1800多欧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小杨在喂奶哦。对，我们小公主饿着。上一个视频，产房里的记录竟然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我们非常感动，也非常感谢老铁们给我们这期视频的留言。所以我们再接再厉，在我们小公主出生以后，继续给大家展现我们的生活。小杨就要喂我们家的小公主母乳，一直到她6个月吧。对，反正她会继续。对，我今天早上给她去拿了那个挤奶器，特别大。一个很大的，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。就是这个挤奶器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机器非常大，据小杨说，我老婆说非常好用。这是那个盒子，然后这是把这个奶放到这里面，然后小朋友可以随时喝。好了，给朋友们看完了。他们这边法国医生是给开10个星期的，对，这个挤奶器，因为一般母亲会放弃。因为特别小杨非常棒，我看他喂奶时，我们家小公主会咬他，咬得他疼就使劲咬着牙，这样特别疼我。然后朋友们，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老铁们非常感兴趣，一就是这个法国人里面好像喂母乳的多不多？应该是现在慢慢的多了是吧？而且这个机器我们当时订的时候还没有嘞。对，就是要排队。这个机器是最好的。之前听说好像喂母乳的比较少。对，现在越来越多，所以这个机器我们等了3天。这个机器的租金是报销的，对吧？对。然后那个奶瓶什么的要额外买。我今天早上去买的时候花了32欧元。然后这个机器是可以租10个星期，然后如果医生开一个方子，你还可以再延续租是吧？是。还有一个就是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发票，你这次生孩子到底是花了多少钱？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算一算。我们一会儿把发票拿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在法国到底生孩子是有哪一些花销。只要是你有那个assurance maladie，那个是报销一部分嘛，对吧？对，一部分。然后因为我们是那个私立医院嘛，必须有一个额外的保险，然后他会给你报普通的保险报不到的东西，基本上就没什么付，但是你要先付这个钱，然后那个额外交的每个月的那个，他会再给你我不费。那关键是他就是要具体是花了多少钱，咱们就给大家先数落一下，一会儿就是得拿着发票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到哪一块的花销啊，是花了多少钱啊，比如说是吧？对。行了，到了喂饭的时间了，我也需要先喂奶的这位母亲饭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医院里的花销到底有多少。在干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。刚挤完奶。你写的啥呀？这是日期啊，直接灌到这个袋子里？对呀。哇！你为什么？我有点，好像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弄过，有2个孩子都没有这样弄过。然后要把这个抽空啊？对。你以前都这样弄？对呀。怎么可能啊？2包。在瓶子里边，以前。这个更袋子里边方便。因为我要回去工作，我要送一点货给人家。小公主。冻上是吧？对呀。那冻上冻多长时间？这个奶一般呢？母乳要冻多久？大家可以弹幕告诉我们，留言。然后你回来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，到底在法国的产房里面要花多少钱？好吧？好。哎呦，回来了，朋友们！我稍微打扮了一下。对。我怕你们看不下去。我们这么多发票，现在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，到底在法国生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？来，我们来算账。money。来，你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第一张发票。我一看我都快晕倒了。哎呦！第一张发票的总额上面是1800多欧。
它是怎么算的？它有一部分是在医院住的那个费用，就是房间的费用，没有什么医生啊的费用什么的。它那个房间我们选的是那种就是单间儿，然后有一些就是2个人的饭啊什么的。其实这个医院只有单间儿，它只是额外加了一些就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电视啊、电话，对，还有停车费啊，爸爸的饭也含进去，还有毛巾，还有什么眼霜啊什么的，就酒店一样，基本上。对，除非那个爸爸的床特别的不舒服，他一动就有响声。那个沙发床不是很舒服。沙发床不是很舒服。我们一共花了是3晚是295欧元1晚，对吧？一共是700。你来算吧。3晚一共是892，3晚33927，你这个数学295乘以3，885。对，你看我口算出来了。好，没事儿。然后呢，剩下的这个钱呢，就是医生的费用。三个不同的医生，就是有一个接生，我怀孕的时候我会去他那边检查。每一次是120欧元，然后生的那天他会再额外交一个700欧元的费用。就是接生的费用。他要是不做手术什么的，就是自然生的话就是700，他要是不自然生做手术，他就是1000多，1200好像，对，1200。因为他提前会给我这些发票，然后让我去保险公司问他们会给我补多少钱，所以这个费用都提前都能知道大概多少钱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医生是那个儿童医生，他是23欧加50欧，他这个23欧是那个所有法国人。就是那个保险嘛，那个 Security Social，对，社会保险卡，他会给你退那个23欧，然后50欧是额外交给医生，因为他们都是自由职业嘛，他们自己可以定自己的价格，一般私立医院都是要加一些钱，就是我们是加了50欧元，对，加了50欧元，然后还有第三个，就我的一个人。是那个麻醉师的费用是，我7天还没生的时候，跟他见面1次，然后他让我去查一些东西验血，然后他也是额外交了50块钱，然后到生那一天他要给我开一个250欧的发票。然后一共差不多1000欧嘛，就是这个医生的费用是1000欧元，医生的费用是1000欧元，然后房间的费用800多欧元。小杨在医院里待了3天2夜的费用一共是1748欧元。对然后这是总的这个费用，但是这个费用实际上最终还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支付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法国，其实真正的要生孩子，如果你的保险是全的话，实际上是1分钱都不用花的。对特别是在公立医院。但是公立医院我为什么没去呢？因为他们人比较多，对，然后那些护士什么的很少。手不够啊，手不够，所以我还是觉得去一个小一点的医院比较好，就是医生不够，所以你会疼一下午没人管你。经此这样的话，就是这个私人医院小杨每天的这个都有医生过来，就是根本没法睡觉，你要么要喂奶，要么医生看宝宝，然后医生看你啊。然后有来人送饭啊，然后哎呀，晚上也是根本没有时间睡觉，所以我还是很快就出院了，3天，对星期5进，星期天就出来了。是，而且我那个大宝和二宝都在家，我不放心，我就能回家就回家，就是孩子不危险，然后我不危险，就没必要住在那儿。然后他们都说我要多住1天嘛，这样就可以休息啊什么的。但是，
就是母亲的。对，是的，就是比较担心其他2个孩子。对对对。现在呢，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小的一个问题吧，大家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列举的这个费用中，大家觉得这个费用高不高？可以告诉我们，你们觉得我们在法国这个生了孩子以后在医院的开支大不大？是否可以接受？但是法国的医院达不到中国的那种，就是月子中心。对，我听说有月子中心，这里没有月子中心。对，就是法国人因为不坐月子是吧？对，小杨算是很不错的了，他最近这一段时间，但是也比较累，控制自己，因为爸爸妈妈没来之前，我们确实要就是照顾孩子呀，要上学啊，放学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又得到了好消息，朋友们，我们找到了最终方案。这是什么方案呢？下一期一定要看，我们的爸爸妈妈终于要来看我们了。所以说呢，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，然后也特别开心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会有反馈在留言区，就是大家的留言肯定是都很善意的。对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，特别的感。哎呀，完了，想起一个事儿来，我还有一张发票没有付呢，朋友们，麻醉师的发票还没有付呢，我得赶紧去医院。扣你工资，你得去医院。赶紧去医院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就这样，下次见，继续支持我们，记得给我们留言、点赞、加弹幕哦。好嘞，谢谢朋友们，下次见，期待下个视频。对，关注我们杨米家。